看看王爷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！晚了。司马交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我没事。司马交，你耍我！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强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你可还记得这些？你这是想以彼之道还之彼身。师祖，我没有灵魂护体，受此定刑，只怕会没命啊！我法力强大，便理应受这500年的定刑之苦吗？我当死过了师父！天无涯死了，司马交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在白鹿崖等了司马交半晌，不见我就算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天无涯来求情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他给杀了。这天无涯向来与我们交好，现如今我们连他的性命都护不住。这要是落在其他公主的眼里，恐怕会怀疑我们平定内乱的能力，怕是日后不会再听您的差遣。此番司马交对天无涯下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这是在敲山震虎啊！难道他察觉了我们的计划？他若是真的察觉，别说是我们失势，连整个庚城仙府都有可能被他毁了。照我看来，他应该是还不知情吧。师祖，诗仙侣正在召集其他各大宫的公主，果然是沉不住气了。但是天无涯已经死了，即使想要扶持新的公主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啊。他召集他们干嘛呢？无非是封印我，或者杀了我。翻来覆去，不就这些伎俩吗？如果封印我，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唉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阴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！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，
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气候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从小便残忍嗜杀。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昭被封印，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乌崖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乌崖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侍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若琳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八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诗千缕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诗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！你小瞧他了。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昭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出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？叫袁商啊，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啊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给司马昭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哎，谢谢你们，放那儿就行。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
这少女心的颜色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不会是封情书吧？小川，还好我认识。今夜子时，白露崖下，埋云花旁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连个落款也没有？鬼知道谁写的。难不成是司马娇？他今天又要来找我？不，这种粉色香香花间不可能是他那个钢铁直男干出来的。那这语气，难道是原生的老情人？不能去！阿杰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板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再多一个前任。已经是寅时了，这廖天竟然敢3番4次的无视我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怎么又来？啊，好痛！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没事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师祖，不然120没来我就要挂了。师祖在哪儿？师祖！这里是师祖的私人领域，在三圣山的时候，是蛇兄带我闯进去的。这次我自己跑来，可一不可二，万一他生气了怎么办？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指尖。当血墨一面闪了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柔淡雨淌作天地间。风月自怜，但只见爱退花莲。最爱无言，惹过了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生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哎，是啊，
我现在哄师祖的本领，可算是炉火纯青了。那既然修为大涨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水疗 SPA？你为何把水捏成一团敷在脸上？我做面膜呀。我之前修为弱的时候，面膜老容易掉，现在修为增强了，面膜也可以贴在脸上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看来我这点灵力还是只够做美容的。师兄说这个是治跌打损伤的，不一定对症吧，但是用来做个创可贴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趁师祖没醒，再出去玩玩，那我不出白鹿崖总行了吧？500年了，这是我第一回有了片刻的睡意，是因为他吗？他又头疼了，看来真的是很疼。就是因为头太疼了，才会完全不在乎手上的伤。可能相比起来，手上伤口的疼并不算什么。庭烨，看在你侍奉得当的份上，我可以允你一个度假，还是你想要？蛇兄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庭烨，给，这是入灵让我给你带的信。你背着我先去见入灵了。入灵有说什么吗？他说，让我今天卯时跟他去看什么赤气净天，说是很壮观的美景。那我呢？入灵有没有约我一起啊？好像没有哎，上面说让我一个人去。那现在天色看起来像6点，我是不是要出发了？蛇兄，你怎么了？庭烨，自从入灵把我的蛇心还给我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常常会想念入灵的气息。入灵应该没有对你的蛇心做什么呀，他一直带在身上，顶多沾染它的香气。那我为何会化成人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你的心爱上了他的气息，所以化形成人。那庭烨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样才能让入灵也爱上我？啊？
蛇兄，你刚化形成人，有所不知啊，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不妨你拜入灵为师，这样你就可以像待在师祖身边一样，顺理成章地陪着他。可是我已经有师祖这一个师傅了，我还能怎么样拜入灵为师啊？师祖肯定不同意的。你跟他情同兄弟，这点小事他肯定不会不允的。我只是一条灵蛇，怎么可以和师祖以手足相论？放心吧，师祖呢，他只是不善于表达，你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的。我走了。师祖。廖廷烨出门了。是。出门做什么？师祖，廷烨让我来告诉您，他去找入林了。他倒是学会先斩后奏了。是谁传信给叶入灵的？是弟子。我要你办的事呢？回师祖的话，这袁彻看起来平日里也无欲无求的，应该没什么把柄。不过他膝下有一子叫袁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软肋。还有何事？弟子有一事相求，我想，说。弟子想拜入灵为师，还希望师祖恩准。你已化为人形，这种小事日后自己拿主意，别再来烦我。师祖真是同意了，谢谢师祖。这就是赤气景天啊，好美啊，好像极光啊。这常人眼中的五彩霞光，于我而言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娘，我们真的要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？当年仙魔大战后，我们被鹰之宫从魔域俘虏之子作为奴隶，受尽凌辱。娘本以为那新任公主殷流年是良善之人，傻傻的交付了真心。不曾想你们出生后，还是与我一起生活在这阿杂之地。如今，司马一族只剩司马娇一人，待他有朝一日身故，仙魔之间的屏障就会消失，我们便可重回故土。娘，就没有其他办法回到家乡了吗？极寒之体，传说魔域那寒雨的极寒之体，也可带我们穿过屏障。其实，若是能穿越屏障，到魔界那边，能看到极光之景，要比现在美上好几分。就是那边是最佳观景位呗。那我们能过去吗？庭烨，你树林，你小心一点。这玩意儿跟书店一样，好痛啊！你这个时候还想着关心我啊？庭烨，你如何会被这屏障伤到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有寒冷的特殊体质吗？是不是失灵了？没失灵啊，你怎么这样问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怪我忘了提醒你。自仙魔两界大战之后，司马氏用灵火设下了这道屏障，阻止仙魔两界往来，所以仙府和魔域的人都无法穿过这道屏障。怪不得这么大威力，疼死我了！你没有受伤吧？我看看。庭烨的极寒之体，为何对屏障没有反应？父亲，我探查到袁商近日常鬼鬼祟祟的在白鹿崖附近活动。白鹿崖？他去白鹿崖做什么？好像是在等人。他居然敢在司马教的眼皮子底下造次，他是嫌命太长啊！不如这样，
若他能死在白鹿崖，不是正好将此事推给司马娇吗？旭儿，你有长进啊！继续盯着，找个机会，让司马娇先动手，然后我们再出手。好。哇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嘿，天哪，又来！此时，白鹿崖下蓝银花旁，若是不治，你的身份便会暴露，而你也活不过30。我不只是什么幸运儿，还有别的身份？难道我是个反派？虽然不知道我在心虚什么，但是莫名觉得好心虚啊！你去赴约。啊！你可真是让我好等啊！我好不容易送信进去，1次2次的联系你，你都未曾前来，甚至连半点消息都未曾传回来。看来你真是另寻高枝，准备跟我一刀两断了是吗？这是什么情侣变怨偶之后的激动发言啊！简直就是男方发现女方变心，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终于见面后女方知道被男方埋怨，准备吵架的节奏啊！怎么了？不敢说话了？司马娇说不定跟着我过来看戏了，我得小心说话才行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好啊，你果然是变节了，但你可别忘了，你性命还在我手上。怎么样啊？昨日食骨之毒发作的感觉，可还好受啊？我去，怎么又来？好痛！原来我3番2次肚子痛是因为你啊！你这种因爱生恨，用什么奇怪毒药控制另一半的男人，怎么配有女朋友啊？还不如司马娇那个傻，光明磊落呢！来啊，我今天就要替原主断情绝爱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真不怕死吗？好，那就成全你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没事啊？啊？莫非司马娇已经替你解毒了？不可能啊！他要是替你解毒的话，就会知道你的身份，知道你的身份还不杀了你？我什么身份啊？被前男友欺骗的无辜少女啊！谁没个垃圾前任了？你还在跟我装糊涂？我之前交代给你的任务你都忘了？你为何迟迟不动手杀了他？啊？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我现在已经元气大伤，此刻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。你的修为如今已到了化神期，如何？想杀我了吗？难怪，不是司马娇疑心病重，而是这个身体的原主真的带着自杀任务进的三圣山。既然他早就知道了，怎么不杀我？司马娇大人，英明神武，心胸宽广，怎么会因为这种小事跟我计较呢？
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，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还没消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
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。 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 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 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 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 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的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 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！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
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呀，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啊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您也好这口啊。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国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1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
如若有一天他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烨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师祖，
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、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
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祖宗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，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嗨，你竟然还未死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。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却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
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社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？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紧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愁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，望着眼前的叶落，轻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唯独